女人震惊地发现，邻家小男孩不仅独自走在大街上，而且还被捅了好几刀，鲜血淋漓，吓得她赶紧大喊救命。随后警察便赶到了这里，可哪知走进男孩家里后，里面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不仅父亲被杀死在了床上，连姐姐也遭了毒手，凶手简直太凶残了。而通过勘查发现，父亲和女儿分别被捅了13刀和3刀，男孩被捅了2次，并且全都是在睡梦中。但奇怪的是，门锁完好，并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现在唯一活着的应该就是男孩母亲安娜了。不料就在这时，医院突然传来噩耗，小男孩没能挺过来，因此这一下就成了灭门惨案了。而当安娜得知后，一时简直难以相信，差点悲痛到晕厥过去。但当警察怀疑是仇人所为时，安娜却根本想不到是谁，因为他们一家向来与人和善，也没得罪过人。不过根据家里没有闯入的痕迹，她表示保姆那还有家门钥匙，并且奇怪的是，保姆今天应该来上班的，可是却没见到她。于是警察当即怀疑起了保姆。但当他们来到保姆家后，里面竟空无一人。随后俩人便搜查了起来，谁知不仅找到了疑似凶器的大刀，还发现了带血的衣服，而这些更表明保姆就是凶手了。接着为了找到他，警察又来到了他哥哥家里，但哥哥否认妹妹在这，可警察根本不信，随后就直接冲进去搜查了起来。结果真的在壁橱里找到了躲在里面的保姆，然后就宣布你被逮捕了。可保姆却声称我到那里时他们就已经死了。于是警察就让他说出详细经过。接着保姆交代，我到了后先去厨房准备了早饭，然后喊他们下楼，可是没人应答，于是我就上楼去喊他们。不料先是看见丈夫躺在血泊中，我试图摇醒他，但他没反应。接着我又去了女儿的房间，可她也一动不动。之后我又去了儿子的房间，而那里到处都是血，我吓坏了，所以就跑了。但显然警察不会轻易相信的，他们怀疑保姆和丈夫有私情，可能她被抛弃了，所以才报复的。而为了求证这一点，警察向保姆的同行打探了起来，不料他们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经常能看到保姆和男主人在一起，好像是一对老夫老妻，并且有谣言称保姆和男主人曾大中午一起去咖啡厅，显然这不正常。然而安娜却是非常信任丈夫，不相信他会看上保姆的。但警察还在保姆的日记里找到了她写的两人经常在一起的事，并且还暗示自己更适合做女主人。结果可能丈夫拒绝了她，所以才遭到了杀身之祸。对此安娜仍是难以置信，但随后便自责了起来，因为是她自己坚持要找保姆，丈夫本来是反对的，没想到竟是引狼入室，她为此懊悔不已。见状，警察本想安慰，可安娜一时承受不住，选择了一个人去单独静静，真是一场人间悲剧啊！然而就在警察继续审查安娜家资料，想锁定保姆作案证据之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丈夫名下有大笔财产，显然超出了他的收入，并且资料显示，丈夫在一家空客公司上班，而老板竟就是妻子安娜。于是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来找了安娜的老板，哪知老板一查，竟震惊地发现，安娜居然私下开了一家公司，通过转移客户资金，侵吞了公家300万巨款。而警察便趁机要求搜查了他的办公室，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竟找到了一双带血迹的球鞋。因此一个可怕的想法便产生了，安娜可能才是凶手。整的本森也是不敢相信，毕竟虎毒不食子。然而证据就在眼前，于是本森打起精神，立即只是去比对现场的鞋印，希望这不是真的。可事实是血迹和鞋印都对上了，他们就必须审问安娜了。而眼见证据摆在了面前，安娜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You killed them. You, Anna. You did this. Of course I did this. I had to. You had to kill your children? Don't you see? They're so much better off now. 对此本森真的难以置信，怎会杀人还是对他们好？然而更没想到的是，到了法庭上之后，安娜竟然还要辩护无罪，理由则是精神失常。对此检察官当然不同意了，不过法官则要求先对她做测试，于是心理医生就来给安娜诊断了。而通过简单的交谈后，医生很快就得出了结论。She's what the textbooks call a family annihilator. It's typically an upper middle class male, in this case a female, who can't stand to see their family suffer. So she kills them. In her mind, it's better than the alternative. It's usually triggered by a big financial setback. Like when you're caught stealing from your clients. Her life is over. She wants to spare her husband and her children the pain of going on without her. 但本森可无法接受这种鬼话，这像是胡编乱造的症状。可检察官也言明，陪审团会信的。一个连孩子都杀的女人肯定是个疯子。然而本森不想放过安娜，对此检察官指明，那就得证明她是预谋杀人。于是本森又来找了保姆，向她打探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都干了啥。结果保姆讲述，那是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当我要离开时，她对我说了再见，但之前安娜说的都是晚安，并且她还破天荒地亲了我一下，以前可从没有过。据此本森判断安娜就是有预谋的，于是开庭后就稳稳坐上了证人席，证实是安娜主动承认了杀人。当时她可不像精神失常，并且心理医生也证明安娜杀人时没有出现幻听，完全是她的自主意识，她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疯子，必须为杀人承担责任。不料律师却辩护，虽然案发后安娜和你交谈时表现正常，但再早一点，在她拿起刀子刺进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时，只有那一瞬间才是最关键的一刻，谁能证明那时是正常的？对此本森还真无法回答。
检方一时落了下风。接着轮到安娜了。她自称深爱着家庭，必须将家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就是我努力工作的原因。随后，她讲述了自己拼搏的经历。我本是穷苦出身，所以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拥有一切，并且据我了解，拥有美好家庭的成功快乐的女性，她们或开公司或在国会工作。所以为了我的家人，我必须做到这一点。然后在律师的提点下，安娜承认杀人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当时好像在看另一个女人捅他们，再将他们从丑陋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而通过这些，律师想证明安娜是精神失常的，可检察官不会让她得逞，于是故意放出了几张照片，全是孩子惨死的样子，先打落了陪审团的同情心，然后又质问安娜：“你看到的那个女人，那个拯救你家人，正是你精神失常的女人，你和她说过什么吗？”安娜当然没说过，也没试图阻止，因此检察官得出结论：你就是想让他们死。不料安娜竟声称他们死了更好，比面对没有我的世界好。可检察官却故意打击：你并没有那么优秀。 I shelter them. I protect them. It is a hard world, and I didn't want to watch my babies be swallowed up by it. And why didn't you just kill yourself? 这下彻底撕开了安娜自私的本质，而互相诘问也到此为止了。接着就是最后陈述了，律师则不断渲染安娜承受的重压，包括职场竞争、完美母亲的枷锁、社会对女性兼顾事业与家庭不切实际的苛求，主张巨大精神压力致使她心智失常，因此请求陪审团作出从轻判决。然而检察官的陈述却直击核心，他坦言能够理解女性承受的世俗压力，但沉重的生活负担永远不能成为屠戮至亲的借口，甚至拿女性陪审员举例，也让他们感同身受。而最后陪审团也做出了判决，安娜谋杀女儿的罪名不成立，谋杀儿子的罪名也不成立，但是谋杀丈夫的罪名却成立。听到这，检察官也明白了，因为陪审团始终接受不了一个正常的女人会谋杀孩子。可哪知很快本森就接到了电话，安娜竟然在牢房上吊自杀了，结果最终仍是整个家庭全灭，悲剧的不能再悲剧了。